最近你有没有发现身边的人都在讨论澳元，那种看住汇率跳动，心跳也跟住漏半拍的感觉，是不是让你特别焦虑？尤其是那些家里有孩子在澳洲读书，或者正打算去那边置业的朋友，看住钱包里的购买力一天天缩水，那种无力感我太懂了。但我今天要跟你讲的真相，可能会让你冷汗直流，也可能会让你看到这辈子最大的财富翻身机会。先别急住去换汇，也别听那些所谓专家的官话。这条影片我不跟你讲任何听不懂的专业术语，我不讲什么 CPI， 不讲利率路径，我要跟你讲一个关于生存与掠夺的故事。你要听懂了，这一波你能跟住全球最顶尖的聪明钱一起吃肉。听不懂，你就是那个在台风天里还以为只是下小雨，最后被浪卷走的人。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在结尾我会送你一个我私藏多年的操作心法，那是一个能让你避开所有投资陷阱的 bonus 彩蛋，这可是外面花钱都买不到的经验。我们先来打破第一个幻象，很多人觉得澳元强是因为澳洲经济好，这简直是天大的误会。我前2天跟一个在雪梨住了10几年的老朋友通电话，我问他最近那边是不是发大财了，结果他跟我诉苦了半个小时。他说现在澳洲的物价简直疯了，去超市买颗生菜都要看标价看半天，房租涨得像火箭，很多年轻人根本租不起房，只能搬回父母家住。街上的店面关了一间又一间，连连锁餐厅都在裁员，这就是最讽刺的地方。汇率在升，但老百姓的口袋却在流血，为什么？因为澳洲这个国家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穿着西装的矿工，它不像其他国家有什么高科技芯片或者强大的工业制造，它的命脉全在地下，那些埋在土里的铁矿石、煤炭、天然气，还有现在全世界都在抢的锂矿，才是它真正的底气。所以当你看到澳元在涨，千万别觉得是澳洲政府治理的有多好，真相是全球那些华尔街的顶级掠食者，那些手握几百亿资金的大鳄，他们正在下一盘大棋，他们根本不在乎澳洲老百姓过得好不好，他们只在乎一件事情，下一个大宗商品超级周期已经开启了，而澳洲就是他们选中的那个避难所。这就像是一场心理博弈，想象一下，现在全球局势乱成一团，这里打仗，那里制裁，大家手里的纸币都在贬值。以前大家觉得美金最安全，但现在美国印了那么多钱，通膨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怪兽，每天都在啃食你的存款。这时候那些聪明人会想，我不能拿着纸，我要拿着实物。什么是实物？就是你没它就活不下去的东西。你要造房子得要铁，你要发电得要煤，你要开电动车得要锂，你要吃饭得要化肥。而澳洲它就是全球最大的5金店和加油站，资金疯狂涌入澳元，不是因为爱澳洲，而是因为恐慌，他们需要把手里的纸币换成澳洲的资源门票，这是一种极致的贪婪与恐惧的交织。我记得我刚入行的时候看过太多的起起伏伏，那时候我有个客户手里握着几千万，天天盯着科技股看，结果那年大宗商品周期一来，他没反应过来，缩水了整整一半。这件事给了我巨大的震撼，在周期的巨轮面前，个人的努力有时候真的微不足道，你必须得看清风往哪里吹。澳洲的强其实是一种被动的强，这就像是台风天，超市里的泡面和矿泉水被抢光了，价格炒到了天上，卖泡面的老板虽然赚翻了，但他心里也慌，因为外面的世界正在崩溃。澳洲现在就是那个卖泡面的老板，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每一次都代表住财富的重新分配。2000年到2011年的那10年，中国搞大基建，全世界都在抢资源，那是澳洲最辉煌的时代。澳元对美金甚至超过了1:1，那时候去留学的人都觉得自己像是在用金子买面包。然后是漫长的10年低迷期，大家都去炒互联网，炒比特币，没人理这些挖矿的。但现在风水轮流转了，如果你还在用过去10年的逻辑来投资，觉得买科技股就能安稳一辈子，那你真的危险了。我们正站在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这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这是一场关于资源所有权的战争。资金现在正在往地底下钻，往那些沉甸甸的石头里钻。很多人问我，这跟我一个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关系太大了，这代表你以后买的东西会越来越贵，代表你的购买力会被稀释。但如果你能看懂这个周期，你就能从被收割者变成获益者。投资最怕的就是后知后觉，当全世界都在狂热的时候，你才冲进去，那往往就是最后一棒。现在的澳元狂升只是一个信号弹，它在告诉你世界变了，规则改了。接下来的内容我会告诉你，这场资源战背后更深层的政治黑幕，
以及为什么这场绿色转型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吞金陷阱。我会结合我看到的真实案例，教你如何在这种混乱中找到属于你的生机。既然你知道了全球资金在抢澳洲的资源门票，那你一定要问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偏偏是现在？为什么这场资源焦虑症会在这个节点全面爆发？这里面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绿色陷阱。大家现在出门看，满大街都是电动车，政府天天宣传碳中和、绿色能源，听起来特别高大上，对吧？但我告诉你一个我很深刻的经历，去年我为了研究投资去参观了一个大型矿区，我站在那个几百米深的露天矿坑边上，看住那些巨大的机械日夜不停的轰鸣，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人类所谓的摆脱石油，其实是进入了另一个更深、更昂贵的金属依赖。你想想看，一辆传统的汽油车只需要不到20公斤的铜，但一辆电动车需要的铜竟然高达80公斤以上，更别提那些贵得要命的锂、镍和钴。我们想要更前进的天空，代价就是必须要把地底下的金属全部翻一遍。这在金融学上有个专门的词叫绿色通膨，意思就是为了环保，我们必须承受极高的原材料价格。澳洲手里握着的不是普通的石头，那是通往未来绿色世界的唯一钥匙。这就是一场心理战，全球的政客都在给你描绘美好的蓝图，但华尔街的资本家却在背后疯狂计算这些金属的缺口。这种供需失衡不是短期的，是未来10年的主旋律。我认识一个做外贸的大哥，他这几年过得特别煎熬。他跟我喝茶的时候感叹说，以前做生意是求客户，现在是求供应商。他手里拿着大把的订单，都是欧洲那边要的新能源设备组件，但他不敢接，为什么？因为原材料价格一天一个价，合约刚签完，铜价涨了，铝价涨了，做一单亏一单，这就是现实。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澳元强，资源强，是因为全世界都在为这场浩大的转型买单，而澳洲它是这场游戏里最稳定的发牌员。你可能会问，南美也有矿啊，非洲也有资源啊，为什么资金非要涌入澳洲？这就牵扯到残酷的国际政治博弈了。现在的世界不再是以前那个大家坐下来好好做生意的世界了，现在大家都在抢椅子。你看南美那些产铜大国动不动就罢工，政府甚至想把矿山收归国有。你看俄罗斯，那是能源大户，但现在被关在门外进不来。你看印尼，直接宣布不卖原矿了，你想买？行，来我这里投资盖厂，把技术留下。这时候，全球的大财团拿着望远镜环顾四周，惊讶地发现，虽然澳洲的矿不是最便宜的，但澳洲是那个规则最透明、政治最稳定，而且绝对不会突然关门的国家。这在投资上叫安全溢价。大家买澳元，其实是在买一份安全保险，买一份在乱世中能稳定拿到货的契约。这种安全感在太平盛世不值钱，但在动荡年代，它是无价之宝。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对身边的朋友说，你投资不能只看那几根红红绿绿的柱子，你得看懂人心，看懂这世界上大国之间的互相博弈和猜忌。当信任崩塌的时候，手里有实物资源的人，说话声音就是比别人大。我常常在深夜思考，这对我们普通人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习惯的那个低廉物价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以前你可以享受全球化带来的便宜货，但现在你得适应一个资源为王的时代。这就像是你在一个物资匮乏的孤岛上，手里拿着一叠钞票，而我有半袋大米，这时候谁是老大？当然是手里有大米的人。澳洲现在就是那个手里攥着大米，看住一群拿着钞票的人在门口排队的岛主。所以当你看到澳元汇率狂升的时候，你要听到的不是钱涨价的声音，而是全球资源枯竭和分配不均的警报声。这种心态的转变非常关键，如果你还停留在汇率涨跌只是数字的层面，你永远抓不住财富的底层逻辑。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会把这一切落实到你的钱袋子上，我们会聊聊具体的实战操作，我会告诉你，在这种资源霸权的时代，我们普通人如何不被时代抛弃，甚至如何从中挖掘出能让你后半辈子安稳的金矿。既然我们看穿了这场资源大戏的底层剧本，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最实在，也是你最关心的问题。我们这些煤矿、没大资金，只是想守住血汗钱，甚至想翻个身的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办？我一直跟身边的人说，当风暴来的时候，你不能只会躲，你得学会借风。很多小白朋友一听到大宗商品周期来了，第一反应就是冲去银行换澳币，或者去开户炒期货。我劝你先冷静一下，如果你现在才去追涨，那你不是在投资，你是在给大鳄们送离场门票。真正的投资大师，他们比的不是谁冲得快，而是谁看得准。我要教你们的第一个实战策略，叫做寻找周期的裂缝。什么意思？
当大家都在疯狂抢购那些最显眼的金矿时，你要去看那些被大家忽略的细节。我给你举个真实的例子，我认识一个专门做工程设备的朋友，他这2年没去炒股，也没去买币，他做了一件什么事？他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投入到了二手的采矿机械零件上。当时大家都在笑他，觉得这东西笨重又占地方，结果呢？随着澳洲和全球矿场全面复工，新的机械生产根本跟不上，他手里的这些二手零件成了救命稻草，价格翻了几倍不说，全世界的矿业公司都求着他卖。这就是我说的卖铲子的人，在财富转移的过程中，直接参与资源博弈风险最高，但服务于资源产业链的二线机会反而最稳。你要观察的是，当澳洲这台庞大的资源机器转动起来时，谁是那个不可或缺的润滑油？可能是物流，可能是特种材料，甚至是为矿区提供网络服务的科技公司，这就是你的赚钱机会。再来说说未来走势的分析，很多人问我，澳元会一直涨到天上去吗？我的答案是不可能，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资产是直线上升的，澳元的强势会引发澳洲国内严重的通膨，这就像是一把双刃剑，它虽然赚了外国人的钱，但也让本地人的生活变得痛苦不堪。当这种痛苦达到临界点，澳洲政府必然会出手干预，或者全球需求会因为价格太贵而出现短暂的冷却。所以我对未来走势的预判是，这是一个大涨小回的长牛周期，中间会夹杂住让人绝望的剧烈回调，这时候考验的就是你的心理素质。我见过太多人在黎明前倒下，他们看对了趋势，却死在了波动里。所以我的投资建议非常具体，第一，绝对不要加高杠杆去搏，在资源周期里，波动是家常便饭，一个转向就能让你爆仓，你要做的是配置，而不是赌博。第二，如果你手里有闲钱，可以关注那些还没被充分定价的关联资产，除了澳洲，东南亚或南美有些同样拥有丰富资源但政治风险被过度解读的国家，那里可能藏着下一个爆发点。第三，一定要留出足够的现金流，因为在周期的底部，现金就是你的胆量。我常常在想，投资其实是一场关于自律的修炼，当所有人都在跟你说这次不一样的时候，你要有能力保持冷静。我记得我曾经在一次市场暴跌中亏得很惨，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海边坐了很久，我发现我亏钱的原因不是我不懂技术，而是我太贪了，我想赚走每一分钱。从那以后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周期的盛宴里，吃个7分饱就够了。接下来的内容我会更加深入地剖析那些不为人知的投资门道，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有些看似发财的机会其实是死路一条。我还会分享一个关于我如何在一次政治动荡中敏锐嗅到财富气息的小故事，那个故事彻底改变了我的财富观。这不只是一个关于钱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如何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建立起一套属于你自己的不可撼动的生存法则的故事。如果你想知道在接下来的半年到1年里，具体哪几个节点是你必须抓住的，一定要继续跟上我的思路。我们不仅要看清澳洲，更要看清这个正在重组的世界。当我们聊到这儿，你可能已经开始在脑子里盘算自己的资产布局了，但先等等，我要给你打一针强效的冷静剂。在投资这条路上，最危险的敌人从来不是市场，而是你自己的心魔。我见过太多人在大宗商品周期里倾家荡产，不是因为他们看错了趋势，而是因为他们控制不住那种想一夜翻身的焦虑感。你想象一下，当你看到隔壁王大妈买的资源基金天天涨，连你在家楼下修车的朋友都开始跟你炫耀他买的澳洲矿业股翻倍了，你还能坐得住吗？那种怕被时代抛弃的恐惧会让你像中了魔一样，在最高点把全家的积蓄都冲进去。这就是我想跟你分享的第3个真相，财富永远是从急躁的人手里流向冷静的人手里。我有一个非常真实的案例，发生在几年前的一次小周期波动中。我有一个人朋友，平时做生意非常稳重，但在那波全民狂热的资源潮里，他鬼使神差的借了高杠杆去追涨。当时澳元确实在一路高歌，但他没算到地缘政治的一个小插曲，导致汇率在3天内回调了不到 5%。就这 5% 的波动，因为杠杆太高，直接让他几十年的积累化为乌有。那天晚上他给我打电话，语气里的绝望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跟我说，我明明看对了，为什么我输了？我告诉他，因为你跟市场签了一个你赢不起的对赌协议。所以我要给你们的投资建议里最核心的一条就是，永远不要把自己逼到不能输的死角。在这波澳元与资源的大潮中，你要做的是防御性进攻。什么叫防御性进攻？就是你首先要确保自己的基本盘是稳固的。如果你连生活费、
房贷、孩子的学费都还在发愁，那你根本不具备参与这场豪赌的心理素质。你要用那种就算亏了也不影响我生活的闲钱去布局，只有心态稳了，你才能在那些剧烈的波动中拿得住。而且你要明白，这波大宗商品周期的受害者，绝大多数是那些反应最慢的普通消费者。当你发现油价贵了，电费涨了，肉价升了的时候，那其实是时代在向你收税。如果你不学习，不投资自己的大脑，你就是在被动的交税。而投资是我们普通人唯一能跟这个通膨时代对抗的武器。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这是一场关于认知的阶级跨越。为什么有些人在乱世中依然能谈笑风生？因为他们看透了这场游戏的本质，这就是一场大规模的资源重组。澳洲强，澳元升，背后是全球供应链的重新站队。你要学会去观察那些大国之间的小动作，比如某国突然宣布要在某个地方建一个超级工厂，或者某个大财团突然溢价收购某个不起眼的矿山。这些新闻在普通人眼里只是噪音，但在聪明人眼里，那是财富的路标。我有一次在看一份非常枯燥的澳洲政府采购报告时，发现他们在大量增加偏远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预算。当时我就反应过来，那附近一定有新的大矿要开采了。果不其然，半年后那里的资产价格直接飞了起来。这就是我说的细节里的机会，你得有那种敏锐的嗅觉。很多人会问我，既然你说的这么精彩，那未来半年我们具体该盯住什么？我的建议是盯紧2个指标，一个是全球航运的运价指数，它反映了物资流动的真实热度，另一个是各大央行对黄金和实物资产的储备变化。当大国都在囤积实物的时候，你就知道纸币的信誉正在受到挑战。这时候，澳洲这种实物霸权国家的货币自然就具备了天然的吸引力。但你要记住，这种吸引力是带刺的玫瑰，你要学会如何采摘而不被扎伤。聊到这里，我们已经从澳洲的超市货架一路聊到了华尔街的密室决策，再聊到了你我心中的恐惧与贪婪。你现在应该已经完全明白了，澳元的狂升只是一个表象，它背后折射出的是整个世界秩序的剧烈震动，这是一场从数字财富回归实物财富的迁徙。那么，面对未来的这场终极棋局，我们到底该如何落子？我想给不同层次的朋友几份具体的投资清单。如果你是追求绝对稳健的，请你务必关注实物黄金和跟资源挂钩的优质债券，它们是你财富的压舱石。如果你是有一定风险承受能力，想在周期中博取超额收益的，去研究那些大宗商品龙头企业的长期分红计划，买入并持有，让那些全世界最顶尖的矿工为你打工。如果你是年轻人，想在这个混乱时代寻找翻身仗，请你一定要投资自己的周期眼光，学会看懂全球资金的流向，这比你盲目去考几个证书要有价值的多。未来半年到1年，全球市场会进入一个非常微妙的狭路相逢阶段，加息的后遗症会慢慢浮现，很多国家的经济会出现裂痕，但与此同时，资源的缺口又补不上，这种涨跌互现的撕裂感会让很多人崩溃。我的预判是，澳元会在这种撕裂中反复震荡，每一次剧烈的回撤，其实都是给那些看懂了周期的人一次上车的机会，而不是逃命的信号。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投资是一场心理持久战，谁能熬过那段黑暗的盘整期，谁就能看到黎明时分的万丈光芒。我希望你们在看这条影片的时候，不只是在听故事，而是在构建自己的财富防火墙。我们这辈子能遇到的超级周期不多，错过了一个，可能就要再等20年。好了，终于到了大家最期待的 bonus 彩蛋时间。这个技巧是我在投资圈摸爬滚打多年，躲过无数次割韭菜行情的心法，我叫它热度递减观察法。你要如何判断一波行情是不是快要见顶了？除了我之前说的司机指标，你还要观察一个非常细微的心理变化。当你发现原本那些最保守、最胆小，甚至连银行定存都觉得有风险的人，开始主动向你咨询怎么开外汇户口，或者在哪里能买到资源基金的时候，这是一个警报。但更精准的指标是，当原本讨论资源价值的人开始转向讨论还有谁没进场的时候，这意味着市场的逻辑已经从价值发现变成了找接盘侠。这时候，请你务必果断的分批撤离。记住这句话，要在大家都在讨论赚了多少钱的时候离场，在大家都在讨论这行是不是彻底没救了的时候进场，这是最反人性也最赚钱的真理。讲到这里，我知道很多朋友心里还悬着一件事，道理我都懂了，但具体到明天早上开盘，我该看哪几只标的，哪几个具体的点位才是所谓的安全区。我手里其实整理了一份私藏的全球资源布局白皮书，
里面详细列出了我个人长期观察的处于价值洼地的几大资源板块，以及针对不同风险承受能力的具体模拟组合方案。这个方案原本是我只分享给圈内好友的，但我看今天大家这么支持，如果你们真的想要，我们来玩个互动。只要这条影片的评论区留言我想看方案的人数超过500人，或者点赞转发量达到一定的热度，我就会专门再录一集视频，毫无保留的把这份具体的操作清单公开给大家。这世界变幻莫测，钱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你应对风险的智慧，是任何人也夺不走的资产。不要被眼前的汇率数字搞得心乱如麻，你要做的是那个在暴风雨来临前冷静的修补屋顶，备好钱粮，甚至还能预判风向的人。我今天讲这么多，就是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当大家都在为财富缩水而叹息的时候，你能气定神闲的对家人说，没事，这一切我早有准备。这就是我们学习投资、理解周期的最大意义，不是为了成为暴发户，而是为了拥有一份选择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权利。感谢你陪我聊到最后，但我必须非常认真的提醒每一个人，我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纯粹是我个人的观察与投资心得分享，这不构成任何形式的绝对投资建议。金融市场是瞬息万变的，没有人能100%预测明天，投资的风险最终需要你自己去评估与承担。赚钱的时候不要太狂，亏钱的时候也不要崩溃，保持一颗平常心才是长久生存的关键。我想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这波大宗商品的狂欢到底还能持续多久？你手里的资产现在是让你感到安心，还是让你感到焦虑？欢迎在评论区大胆留下你的看法，每一个留言我都会认真看。如果你觉得我的分享让你对这个世界、对澳元、对你手里的钱有了新的认知，请一定要点赞、关注并分享给你身边的人，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鼓励。未来的路，我们一起走，我会持续为你追踪全球的财富风向，帮你在迷雾中照亮前行的路。今天就聊到这里，如果你还有任何疑问，或者想听我具体分析某个细分的领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这里是赚钱角度，我们下一个精彩视频不见不散，拜拜。